人真的能长生不死吗？这个问题啊，感觉像是神话故事里的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早在1700多年前，就有一场关于这个话题的，可以说是最精彩的哲学大辩论。今天咱们就穿越回去，亲身感受一下这场思想的交锋。你可能会觉得这问题有点异想天开，对吧？但是在当时，道家思想家葛洪可是在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里，极其严肃地给出了他的答案。那么他的对手是谁呢？是一个手握着咱们所谓的常识作为铁证的怀疑论者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这场辩论到底是怎么展开的。咱们先来听听这位怀疑论者的观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听完可能会吓一跳，因为他的论据几乎就跟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模一样。他的论据啊，非常直接，而且听起来特别有道理。你看啊，第一，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物，从圣人孔子到皇帝秦始皇，不都死了吗？他们都做不到，普通人凭什么例外呢？第二，你看看大自然，花开了会谢，树叶绿了会黄，万物都会凋零，哪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？第三点，也是最现实的一点，你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，放弃眼前的荣华富贵，去苦哈哈的修行，这真的值得吗？你听听这句话，简直充满了不屑。在怀疑论者看来啊，让人长生不老，就好像让只能活一天的蜉蝣活上几十年一样，这根本就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胡说八道。面对这么强大的质疑，葛洪的反击就显得非常聪明了。他没有直接上来就说神仙当然是存在的，而是先釜底抽薪，攻击对方整个论证的基础。你所谓的常识，就真的那么可靠吗？这一下就点到了他们辩论最核心的分析。你看，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了，这是一场世界观的碰撞。怀疑论者相信的是眼见为实，我能看到的就是现实的全部。但葛洪却说，不，你的认识是有限的，现实世界远比你想象的要广阔得多。葛洪这个比喻真的是太精妙了。他说，一个天生耳聋的人，他听不到雷声；一个天生失明的人，他看不到太阳。那这能证明雷声和太阳不存在吗？当然不能啊。这说明我们感官上的局限并不能否定事物的客观存在。这不就跟我们今天说宇宙里有我们看不见的暗物质是一个道理吗？所以我们没见过神仙，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心被蒙蔽了呢？紧接着，葛洪又用了一系列自然界的例外来反驳。夏天就一定热吗？不是也有凉快的时候吗？冬天就一定万物萧条吗？你看那竹子和柏树，不照样郁郁葱葱？他等于是在质问，既然大自然里到处都是例外，那凭什么人的寿命就不能成为那个最大的例外呢？辩到这里啊，怀疑论者就抛出了他的王牌问题。行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为什么像秦始皇、汉武帝这种有钱有权、要什么有什么的皇帝，追求长生，最后都失败了呢？这个问题可以说真的非常致命。但是葛洪的回答简直绝了，他非常巧妙地把这个最棘手的难题变成了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。他指出，你看看帝王们的生活方式，那不正好是修行的反面教材吗？修行要求清静无为，帝王呢，每天处理不完的政务，压力山大；修行要求慈爱万物，帝王呢，为了江山社稷，发动战争，杀人无数。所以啊，他们的失败恰恰反过来证明了长生之道是真实存在的，而且要求极其严格。这个比喻呀，真的太形象了。你想想，帝王们偶尔搞个祭祀，吃几颗丹药，这算什么？就好比一整车的木柴在那儿熊熊燃烧，你端着一小杯水去泼。他们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，就是那场大火，早就把那点微不足道的修行努力给烧得一干二净了。好了，既然帝王的方法行不通，那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呢？在这里，葛洪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相当颠覆性的观点：长生它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魔法，它是一门可以学习、可以实践的技术。葛洪的这套技术体系啊，主要有3大支柱。
第一个叫炼丹，就是用性质稳定的矿物来改造我们这个容易腐朽的肉身。第二个是方术，通过调整呼吸、冥想这些方法来保存我们的生命能量。但最关键的是第三点，也就是道德。葛洪反复强调，如果没有仁义忠孝这些美德作为根基，前面那2项技术就好像在沙滩上盖高楼，随时都会趴掉。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了。在我们凡人眼里的死亡，可能恰恰是修行者成功的标志。比如说，有一种方法叫尸解，就跟金蝉脱壳一样。世人大开棺材，只看到一副空空的躯壳或者一件衣服，却不知道人家的灵魂早就解脱了，获得了新生。这种事儿当然是那些被常识困住的怀疑论者根本无法理解的。其实聊到这儿，你可能也感觉到了，这场关于长生不老的辩论最终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本身是不是就有问题。葛洪这个比喻真是一针见血，直接指出了我们这种经验主义的谬误。我们经常会把自己认识的边界误以为就是世界的边界，这不就好像用一根手指去丈量大海，手指到头了就宣称大海到头了，这难道不可笑吗？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振聋发聩。你想想，我们人类连对自己身体和心智的了解都还那么有限，又凭什么那么自信地去断言，在浩瀚的宇宙中，什么是可能的，而什么又是不可能的呢？所以你看，葛洪最终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我们每一个人。1700年前，他挑战了那个时代的常识。那么，轮到我们今天了。我们现在所坚信不疑的种种常识，会不会也正在限制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力呢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思考一下。